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曾经有多风光，现在就有多落魄，这就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过去5年时间，中国新能源车企至少倒闭了400家，这种情况仍然在持续。从疯狂内卷的价格战到烂尾车堆积如山的汽车坟场，大量现象都在显示，这个中共倾尽举国之力打造的新能源帝国已经走向坍塌的边缘。新能源车企的持续落幕，用户沦为遥遥领先的牺牲品。我们来听听王中求说的。终身换电池，你终身中个鬼啊！新能源未来带来的很多的风险是我们现在认知不足的。第一个，现在就已经有这种车企倒闭了，未来使用者的电池的维护和置换到底有多大的麻烦？谁知道？你自己才活了7、8岁，这个都是不负责任的承诺。没有历史背景的小众品牌，承诺就当放屁。中国房地产业彻底凉了。中共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因为房地产业的没落而不得不破产。中国产能过剩的钢铁有了新的去向，那就是新能源汽车。谁能想到，短短3年的时间就已经倒了400多家新能源车企，现在仅剩30多家。而且呢，以目前局势来看呢，再过2年再倒1半以上也不止，直到卷到最后，可能只会有10家存活下来。因为造车实在是太烧钱了，未来成立10年烧了近1000亿，到现在呢还没有实现盈利，就连小米也是处于亏损状态。在中国社交媒体搜索目前盈利的新能源车企，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除了理想和比亚迪，还有赛力斯，其他新能源车企几乎都在亏损。所以呢，奉劝大家这2年非必要最好不要买车。中共极易操作的市场加之巨额的补贴，一时间让新能源汽车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于是卖房子的、卖手机的，甚至卖老鼠药的都来造车了。因为呢，只要造车就能骗钱，于是 PPT 造车大行其道。在一片繁荣的景象后，许多造车的新势力甚至没有工厂，有的只是一个改装的样子货。而老百姓也是开心的，他们放弃了燃油车，而买汽车内饰做得极致奢华的新能源汽车。增皮坐骑、冰箱、彩电、大沙发应有尽有。如果您加钱的话呢，劳斯莱斯的星空顶也能给你做出来。可以说呀，让你花20万就能开走一辆和保时捷外形一模一样的跑车。跑车买不起，但是小米 U7 买得起。但是呢，很快这些追捧新能源车的车主就笑不出来了。中国一直给新能源汽车大量的补贴，主打省钱的老百姓自然就掉进了圈套。加油多贵呀！可是呢，电很便宜，几年下来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现在第一批新能源车主的质保期到了，他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把手上车报废掉，还是换一个新电池。车子花10万买的，一个电池就要8万块，还是买新车吧。这回呢，说啥也不买新能源车了。一场换车与换电池的抉择正在车主间展开。买车落地25万，更换电池居然要12万。按照时间推算，首批新能源汽车都快更换电池了。如果是自己自掏腰包呢，换电池的费用都能买一台新车了。这么一来，修也不是，不修也不是。现在新能源车换电池动不动就要10万、20万的，这个不是个别的情况，好多车主都栽在这上了。按照中共出台的相关规定，从2016年起，车企得给电池、电机这些关键零件至少保8年或者是12万公里。现在好了，第一批享受8年质保的车主，质保期全到了。这下呢，他们才算真正尝到了啥叫买车时有多爽，换电池时就有多惨。不管你买车时花了多少钱，到了换电池这一步都得掏大价钱。这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电池本身太贵了。燃油车发动机、变速箱成本也就是占整车零件的1/4，可是新能源车的电池呢，能占到零件成本的1半。就拿一块60度的电的电池包来说呢，根据中保研的数据呢，最低都得9万多块。从根上就注定了换电池便宜不了。而更坑人的是，现在好多车企为了让车跑更远，把电芯电池包和车身弄了一个整体。那么这就意味着呢，哪怕是一个小电芯坏了，也得把整个电池包给换掉，根本没法单独修。这不就是变相多花钱吗？而雪上加霜的是，新能源车的保费也涨得没边了。
据环球网报道表示，今年前10个月，新能源车保费已经到了907亿元，比去年同期涨了 52.74%， 可同期新能源车的销量才涨了 33.9%。这么算下来呢，新能源车的保费比燃油车高出了 21%。很多车主本来就觉得开新能源车能够省点油钱，结果省下来的钱呢，全填进保费里边去了，等于了白忙活了一场。现在呢，是第一批新能源车主的电池过了质保期，后面还有更多人要面对这个问题。蔚来汽车董事长李斌表示，从现在到2032年，预计会有2000万的新能源车的电池质保期到期。这期间呢，说不定还有些车企会倒闭。到时候呢，那些过了质保的车主连个说理地方都没有，哭都没地方哭。说白了呢，新能源车主的麻烦可能才刚刚开始。时代在往前发展，可这份发展代价说不定还得让更多车主来承担。而现在许多烂尾车车主已经开始体会这种地狱般的难过，没地方修车，没地方保修，眼看着车子只能报废，悔不当初。前几年网上总有人嘲笑 BBA 是杂牌电车，说车主是冤大头，不要怀疑有钱人的眼光。结果呢，回旋镖终于打到这帮人脸上了。最近2年，越来越多的新势力车企倒闭，烂尾楼之后，烂尾车正在出现。根据第一财经的数据，仅哪吒汽车就涉及40多万名车主。这些哪吒车主面临的问题是质保失效、车损险拒保，车子卖掉总行了吧？不好意思，二手车贩子也不敢收这些牌子，怕砸在手里。辛辛苦苦赚的钱买车，因为自己的认知全部打水漂，所以买车买百年大厂的，其实就是买一份兜底。即便像三菱、铃木、雷诺这种退出中国市场的品牌，到现在售后体系也一直存在，高下立判。新车疯狂减价格，二手车的天也要塌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9月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 73.6% 的二手车经销商陷入了亏损。在2025年上半年中国汽车流通行业报告当中呢，今年上半年二手车交易量有所增长，但均价却出现下降，成交均价从2024年同期的61180元人民币骤降至53673元，跌幅达到了 12.3%， 呈现量升价降趋势。而新能源车的销量占中国汽车销量的 36.7%。 此外呢，二手车库存压力增大。2025年的6月，二手车平均库存周期延长至43天，库存周期30天以上企业占比提升至 35.6%， 显示出车商经营压力仍在加大。咨询公司 Alex Partners 预测，到2030年，中国129个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品牌当中，只有15个能够实现财务可行性。中国电动车初创公司小鹏汽车 CEO 兼联合创始人何小鹏在2023年预测，到了2030年，一家车企要想生存，年销量必须要达到300万辆，而最终呢，只有8家企业能够做到。小鹏汽车2024年仅卖出了19万辆。中国汽车价格战已经进入了第3年。一些分析师认为，唯一的出路是让许多车企倒闭，但许多官员抗议这种硬手段，因为可能导致大规模裁员和消费下滑。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你买的不是车，而是一张废铁寄存券。新能源倒闭后，所有的伺服器关闭，导致所有的车辆成为废铁，窗户都无法升降了，想要开只能是高价破解。而最离谱的是，电池还无法适配第三方电芯，换电池价格比车都贵，而且呢，大部分配件都已经停产了，根本找不到合适的配件。控制模块甚至被炒到了1万多。而造成如此混乱的局面，正是中共的政策。2009年，北京开始鼓励车企生产电动车，推动消费者购买，并且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补贴来支持。2017年，北京起草了一份汽车产业政策蓝图，计划到2025年年产汽车3500万辆，几乎是美国年度销售记录的2倍。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过热的房地产行业，并且开始抑制过度投资，汽车产业由此成为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和房地产税收后的替代性的经济支柱。地方政府为汽车制造商提供激励措施，并且要求其设定产量和税收目标，所以汽车制造商往往更注重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是盈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被市场淘汰的制造商会因为地方政府的支撑而得以存活下去。2021年，安徽省长丰县政府以廉价土地吸引了汽车巨头比亚迪。路透根据中共公布的房地产销售文件确定，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在5年内购买了长丰8.3平方公里的土地，平均价格比其他买家低40%。2022年，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开始在北京亦庄区购置土地，用于建设电动汽车工厂。土地出售文件显示，到2024年，该公司已经购得价值超过206个足球场的土地，平均价格比其他的工业用地价格还要低22%。文件中呢还有显示，北京市要求该工厂满负荷生产时的年收入至少达到人民币470亿元。2014年至2019年，市场上一度有超过60家造车新势力，但现在呢，仅剩理想、领跑、蔚来、小鹏、小米、吉时等少数的企业。这些停摆的造车新势力预估已落地产能389万辆，累计融资额1070亿元。随着绝大部分造车新势力的破产倒闭，绝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在造车新势力生产基地上的投资基本已经难以收回本金。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